大白话，那么这一节带您来看看整个中东的局势。那么现在以色列跟伊朗是不是一触即发了呢？以伊交战的状况是如何？我们带你看到一个画面，是以色列再度空袭贝鲁特南郊。黎巴嫩的官媒直接说，这攻势相当猛烈。根据了黎巴嫩的国家通讯社直接讲到了，以色列的敌军战机直接针对了贝鲁特的南郊发动了4次猛烈攻击，而且对乔伊法特地区进行了11次的攻击，攻势是相当猛烈。法新社的记者还说，他听到几声的爆炸声，目睹到这一个冒出浓烟，以军每次攻击都可以看到一团火球直接升到天空上，还有照明弹在浓烟当中是冉冉升起。不过现在呢，以色列似乎有更多的动作，但是你可以看到联合国的部队拒绝不再离南让路，警告以色列，如果你越境的话，你就侵犯主权，违反了安理会决议。以色列呢，以这个有限地域性的行动为名义，派出地面部队入侵黎巴嫩，事前有知会这个联合国驻黎巴嫩的临时部队，请对方腾出边境附近的几个阵地重新安置。但是联合国驻黎巴嫩的临时部队直接说了，我们拒绝你这样子要求我们让道，还说任何越境的行为都侵犯了黎巴嫩的主权跟领土完整，也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第1701号决议。那么现在真主党呢也呛瞎了，他直接呢发射了火箭弹打击以色列北部的空军基地，武装分子向以色列北部的城市海法附近的拉马特大卫空军基地发射了火箭弹。这个基地呢，距离黎巴嫩的边界只有45公里而已。那么伊朗支持的真主党也透过声明指出，这个战事在黎巴嫩的南部靠近边界的地方，以飞弹击中一辆以色列的战车。足以见得这个以伊他们两边可以说是一触即发。那么伊朗的飞弹威胁，短短1个星期里面，真主党已经死了3个领袖了。哈梅内伊直接说了，如果以色列攻击伊朗，这2个城市将会夷为平地。哪2个呢？我们带你看到，他直接点名了，他们会对以色列进行报复，直接把特拉维夫跟海法就位夷为平地。伊朗大规模导弹空袭，以一个空军基地呢出现了33个弹坑，专家说以军的防御系统现在已经面临到严重的挑战了。伊朗向以色列发动了180枚的弹道导弹，让内瓦蒂姆空军基地出现了33个弹坑。那么战略分析师就讲到了，其实伊朗的导弹技术已经在上升提升当中，不仅增加了数量、精确度跟对抗能力，现在也是逐渐的在加强当中。但是现在以色列似乎外界的声音他都听不进去了，因为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似乎是杀红了眼。你可以看到呢，黎巴嫩真主党加萨、约旦河西岸这一边，那么其实他们现在纳坦雅胡提及的7大敌人，他直接点名了，包括了伊朗、黎巴嫩的真主党、加萨的哈马斯、约旦河西岸的恐怖分子、也门叛军、青年运动武装组织，还有伊拉克跟叙利亚的什叶派民兵，现在被他点名是7大敌人。那么现在法国总统马克宏是跳出来了，赶快呼吁不要再军援以色列了。那么纳坦雅胡当然就相当生气了，点名直接回送可耻2个字。马克宏说，现在的任务应该是回到政治解决方案吧，不要再提供武器用在加萨战斗了。法国现在就不会向以色列提供任何武器，但纳坦雅胡气炸了，说可耻来指责法国，还呼吁其他以色列实施5G禁运的西方国家，补充说，我要告诉你们，不管有没有他们的支持，以色列都会赢，显然是一种杀红了眼的心态。那么哈马斯突袭1周年在即，以色列打算对伊朗重大严重的报复。军事官员说了，他们现在以色列正遭遇前所未有的非法伊朗攻击。那么以色列会不会攻击伊朗的核设施，让整个这个中东局势再度升温？ CNN 说，至今都还没有来告诉美国，但是不断的传出以色列可能会攻击伊朗的核设施。那么以色列跟伊朗会达成恐怖平衡，美国会不会出手吗？美军在这个地方还没有出手，倒是在这个胡塞组织这个地方，以及呢先攻打也门首都港城等15个据点。美军的海军飞弹潜艇乔治亚号呢，已经对也门的胡塞组织发动了攻击，包括了首都沙那，还有也门的港城荷台达，一共打了15个目标。那么现在呢，土耳其总统埃尔段也跳出来了，说每当中东地区接近停火，
要追求和平稳定的时候，以色列政府总会就会开始挑衅、破坏和平。西方国家还会继续为这个屠杀呢提供了一些武器啊、弹药、情报，甚至是外交支持，让他百思不得其解。我们现在请教一下介大使，你怎么看？现在在贝鲁特南郊炮火可以说是相当猛烈。对，其实基本上以色列已经对于这个黎南，包括还有贝鲁特进行了这个狂轰滥炸，已经1个多星期了。是，而且基本上他说他是针对军事目标，可是呢，事实上还是军民不分，然后打的都是民宅，然后一个炸弹下去，这个可能挖出来的里面又是很多都是老弱妇孺，所以呢，这种打法的话，事实上的话，因为以色列过去在加沙战中就这种打法，那也没有得到什么国际社会的这个严厉的制裁啊。支持他的国家还是照样送炸弹啊，送各种东西啊，就跟这个埃尔段讲的一样啊。以色列这种在这个中东地区这种作战的方式啊，那么一直得到西方国家这种提供武器、弹药、情报还有外交支持，所以很奇怪的，这些支持以色列这样做这种违反国际法、违反国际人道法、违反国际战争法的这种行为的常常都是在国际上自认为是主张人权，要保障世界人权，保障什么这个国际法的一切都要规则为标准的国际秩序。为什么碰到以色列就完全不一，完全是没有标准的？那甚至可以说是以色列的帮凶。所以呢，这个其实是值得我们也不是，我们算是局外人啊，不过我们真的看起来就觉得，就国际社会真的是很现实，没有一个国家是可靠的。那这些国家都是讲一套做一套。那么你要相信他所讲的话，你可能在真实的行动中你就被他出卖了。对，所以呢，这些国家基本上我觉得才是今天以色列肆无忌惮的最主要原因。那现在这个我看最近的报道，这个黎巴嫩已经逃出去20多万无辜的老百姓了，那还是有办法的。对，没有办法的就陷在战场上了。那以色列事实上的话，他这个打法的话，就是先狂轰滥炸，然后军民不分的这种打法，事实上的话，效果还是有限，因为真正你要能够去有一场决定性的胜利，分出一个胜负，造成一个比较永久性的一个效果的话，你还是要陆军部队，你地面部队还是要进入。可是上个礼拜的时候，以色列的地面部队一进入到这个黎巴嫩，就遭受了很大的伤亡。这个也就是说，这个黎巴嫩不管是政府军也好，还是他的其他武装，还是真主党来讲的话，其实他的战斗力量远高于哈马斯。所以这个就造成以色列现在地面部队的上面是比较保守的。那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你也知道这个伊朗也出手了。那么现在变成以色列呢，又要看他怎么样对伊朗出手。那伊朗现在讲的话讲得很清楚嘛，就是说你如果打我的话，你如果报复的话，那我就消灭你2个城市。那上一次他是用了180颗飞弹，那么我们光看这个空军基地就搞出来33个深坑，对，也就是说有18%的飞弹，我们只算这33个，有18%的飞弹，以色列没有拦截下来。那这只是军事基地，军事基地以外还有地方也打到了。所以你如果有2成的飞弹以色列拦不住的话，那么伊朗他如果大规模攻击以色列的，比如说这个是这个海法港也好，或者他的这个最大城也好，那基本上可能就造成伤亡，那是会非常恐怖的。那厉将军，我们请教一下，现在以色列有人说看得出来，他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弱点了，就是说他可能没有办法拦截到这么多。那么就像刚刚介大使讲，您觉得会不会是一个隐忧呢？我觉得这场大战这个应该就是纳坦雅胡的阴谋。我这边特别找出，但不是看我的相片，是要看去年10月8号这开战1周年，我那时候就预测了，我说那是阿克萨洪水行动是纳坦雅胡的阴谋。为什么我这么讲？就是我们现在回想起来，这1年之中，这个你不管是哈马斯的领袖这个哈尼亚被暗杀，
对不对？真主党的领袖被暗杀，都是非常的精准，这个定点清楚。除了这2个领袖以外，最近这几天我们看到，不管是 BB 扣爆炸事件，或者是总共定点清除了这个真主党18个领导人物，包括他们飞弹部队指挥官啦，或者是无人机部队指挥官，400个火箭发射基地都很精准，可见他情报做到多精确。那有这么精确的情报，怎么可能漏掉说是5000枚的火箭弹要对你发动攻击？所以我觉得纳坦雅胡真的是坏到极点，明明知道人家要打你，你还不准备好，你就让自己老百姓被打，打完以后，我名正言顺的对加沙的地区来用兵。所以我个人认为说，这场战争本身就是纳坦雅胡故意造成的。我先故意被打嘛，打完以后激起我国内这个人民的仇恨，然后对加沙地区发动攻击，然后目标就是整个要占领人家加沙，整个做一个种族灭绝的行动。那现在来讲的话，他对这个黎巴嫩真主党也是这样，但是没想到，你看哈，我特别要讲，伊朗这次这个发射这个导弹，其实是就战术来讲是非常非常精准的。他在什么？他在以色列地面攻势展开2个钟头之后，我导弹打出去，打到哪里？打你机场，让你空军没办法起飞，没办法掩护你地面作战。然后紧接着我们就看到以色列进去的98师跟这个戈兰旅这些受到严重的伏击，就像是刚才介大使所讲的一样，因为你地空没办法，地面部队没有办法获得空中的掩护哈。那接着我现在要讲说是有没有可能这个攻击这个伊朗的核设施？我觉得不可能。为什么讲不可能？我特别要举一件事情。第一个，你不要以为隔山打牛那么容易，隔山不见得打得到牛。为什么呢？因为上次来讲，以色列对这个只是对这个伊拉克实施核设施的攻击，那次来讲的话，它叫巴比伦行动，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总共动用了8架飞机，4架 F-15， 4架 F-16。刚开始它用低空，那因为距离很近，它只有打伊拉克。为什么低空你飞行来讲的话，你就很耗油？对，高空你这个虽然说你比较会省油，可是你会被敌人雷达侦测到。那你现在低空，你有没有可能穿越这个伊拉克、叙利亚，全个穿越过去打到伊朗？我觉得不太可能。那你说我这个飞机还要再带炸弹，那用的耗油量更凶。我们都知道，在这个航母上面起飞来讲，你要满油满弹的话，你要全部起飞，要靠电磁弹射才做得到。如果纯粹就是环绕式甲板起飞，你带不了那么多油跟那么多弹，你航程就会受限制，你带的武器量就会受限制。这是第一个，我觉得以色列做不到。第二个来讲，美国这时候如果说是美国不支援他，比如说导弹啊，或者是说美国提供他空中加油来讲的话，我觉得你要做这个动作来讲的话，那是很难的。你知道导弹虽然说很精准啊，但是毕竟如果说是要飞1600公里来讲的话，你总是有误差嘛。像这次伊朗来讲，它的法塔赫听说也很精准，但是距离摩萨德总部还是差了30公尺，没有打到那栋大楼。那你要很精准的攻击那个核设施来讲的话，一定要用飞机才做得到。所以我个人认为说是你要对这个核设施来讲攻击来讲的话，可能来讲你这个能力是做不到。第二个来讲，我觉得你如果做这种动作来讲，伊朗会采取更强烈的报复手段。那现在就看这个大国美国啊、俄罗斯啊这些国家会不会加进来，把这个架给它拉开来，不要继续打下去。好，我们问一下韩明哥，现在看起来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在踩刹车了，但是现在纳坦雅胡好像就是蛮生气的，你怎么看？法国踩刹车没有用，因为实际上在帮助以色列的意思是美国。那美国看起来是持续在支援以色列，所以在美国没有停止对以色列援助的情况下，以色列不会停手的。以色列纳坦雅胡现在他心里头非常清楚嘛，因为他如果一旦停手，他的暂时内阁可能就要结束，那他可能自己都搞不好到最后他都会面临战争罪的起诉。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他当然不能够收手，他会持续的不断打下去，所以他在到处找敌人。你看一个又一个，加沙本来看起来已经快要接近结束了，结果呢，他现在又在黎巴嫩这边发动了攻势。那黎巴嫩完的时候，他现在在等什么？你知道？他在等伊朗最好你再继续再有多一点动作，我就直接对你展开攻击。我认为接下来如果伊朗没有持续的动作的话，以色列会反过来对伊朗进行报复。然后逼使伊朗做出更大的动作，这就是纳坦雅胡的策略。因为对他来说，管他的，反正只要我情况一旦出现问题，或者我遭受围攻的时候，美国不可能做事，因为美国不可能会让以色列失败，让以色列丢掉。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纳坦雅胡是有恃无恐。那可是呢，现在周边的这些人，哈马斯其实他现在的反抗力道已经非常非常弱，真主党自己也是内部内鬼一大堆。所有的领导人的资料几乎全部都被泄露了，你换上一个就被干掉一个，
这个对真主党来讲，他陷入重大危机当中，所以真主党就算想要集结反击，大概也是一些零星的骚扰性攻击，他没有办法进行有组织的大规模战略的攻击。所以我个人认为，在黎巴嫩南部这个状况，尽管有联合国的和平部队在那边挡着，但也不会起太大的作用。以色列还是会自动去开辟出一个他所谓的缓冲区出来。那接下来，我觉得他就是在持续引诱。那美国现在摆明在帮偏架。他帮他去打这个胡塞组织，表面上好像是为了维系红海的航行安全，可是其实这个是故意的。他选在这个时候动作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在警告周边的这些国家，如果你敢对以色列动手，我会对你动手。其实目的是这样，不然的话，他自己也很清楚，你轰炸胡塞组织也没什么用，因为美国过去已经进行过类似的行动非常多，你就是始终抓不到胡塞组织的主力，所以你胡塞组织接下来对红海的骚扰性攻击还是会持续。那但是对美国来讲，他就是要警告周边，包括这些蠢蠢欲动伊拉克的一些武装组织啊、伊朗啊，然后还有周边的，甚至包括土耳其在内的这些国家、阿拉伯国家，叫他们都不要动。那我个人认为，短期之内阿拉伯国家能够动的也有限，甚至包括伊朗，伊朗说的很好听，说要把什么以色列夷为平地，其实伊朗根本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认为阿拉伯国家会伺机而动，但是不会有剧烈的反应。可是这个仇恨是很久的，未来几十年，我觉得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还是会打成一团。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带您继续讨论。新闻大白话，那么之前要带您谈一谈这南美洲的国家阿根廷，现在似乎有点转向了，似乎想要到中国大陆去求和。阿根廷的总统米雷伊对美国恼火，转而向中国求和，而且说要访华。米雷伊在竞选期间曾经叫嚣说中国是刺客，要跟中国断绝关系，但上任之后不断对华态度软化。阿根廷的民族报报道呢，他说他要跟中国续签货币互换协议，表示感谢，还说中国大陆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贸易伙伴，不求任何东西，只求不被打扰，而且还预计在明年的1月就要到中国大陆去访问。南华早报甚至就说了，米雷伊之所以向他求和，就是因为他对美国已经非常恼火了。专家认为，阿根廷的经济挑战进一步促进了米雷伊立场转变。阿根廷官方数据显示，今年9月有52.9%的阿根廷人处于贫困状态。那么呢，跟他上任的时候，2023年下半年相比，上升了11个百分点。计算之后发现脱钩很难，现在阿根廷的川普转而来跟中国维持紧密的经济往来。那么现在中国对阿根廷的直接投资从2015年来已经成长了500%，达到30亿美元以上了。阿根廷去年跟中国的贸易额达到了200亿美元，对中国出口额也在过去20年来增加了8倍。所以阿根廷出口中国的牛肉，在第一季就占了78.6%这么多。那么可以看到呢，它跟中国的关系从长远来看是不可避免的，尤其在基础建设也要合作。现在呢，阿根廷媒体狂赞阿根廷后悔了，又想加入金砖了吗？他说要跟中国建立更深的关系，有利于呢跟巴西还有其他南美国家的关系。阿根廷呢是在南大西洋通往南极洲地缘跟政治位置呢，都是中国大陆所看重的。只不过现在金砖的阵容是不是要再扩大了？我们带你来看到叙利亚已经正式申请加入金砖的国家，石油国家也要再加1了。那么他们是说他们非常有兴趣加入，外界也关注是不是像阿尔及利亚啦、孟加拉啦、印尼都会成为下一个加入金砖的国家。俄罗斯总统普京就说话了，他说他让这个金砖国家要比北约更大、更强大吗？因为峰会前俄罗斯对新成员有更大胆的规定。他说了，为寻求加入金砖的国家提出了更严格的新条件，申请的人呢必须反抗针对金砖国家的制裁，并维护主权政策。随着金砖国家迅速发展，目前人口已经占46%，全球这么多 ，GDP 也占全球的36%。
但现在去美元是不是要变成常态了呢？你可以看到央行万字报告详解，金砖国家已经去美元化，4个央行减美债增黄金。中国近年来呢，跟部分贸易伙伴，像是金砖国家等去美元化的措施，使得人民币的交割跨境贸易规模走升。2022年的2月，战前人民币才5389亿元，2024 7月已经飙升到1.4兆，增幅1.6倍。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4国的央行增持这个黄金减持美债，那么呢，已经到了2024年7月，1.25兆美元，减少了0.44兆美元。同期间呢，这些国家持有美债对其汇率存底的外汇存底的比率呢，也从39.9%降了12.4个百分点，来到了27.5%。人民币年底有望触及7.0价位，短期呢可以说是走升可期。美国联准会呢，他们呢这个账面亏损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再刷新纪录。美国联准会公布了数据，目前账面上已经损失了超过2000亿美元，换算新台币大概是6.4兆。那么这些亏损呢，也会联准会为降低通膨而实施的高利率政策所导致的。我们先请教一下介大使，这个阿根廷怎么会突然转向？其实他这个米雷上任到现在已经将快1年了，他是去年的12月对上任的。那么他的经济状况是越来越差，他现在有52%左右的人口是属于贫穷人口，这个比他上任的时候还增加了11%，等于一半的以上的人都是贫穷。上任的时候只有42%的阿根廷人是属于穷人，对。结果这位老兄执政以后变成52%，增加了11%变成穷人。也就是说，他上任没有改善阿根廷这个每况愈下的经济，反而更可以糟更糟糕。对，所以呢，就证明他当时的整个想法跟做法都是错误的。他在选举的时候，他对2个国家特别有意见，你知道，一个是巴西，一个是中国大陆。然后呢，巴西是他第1大贸易伙伴，中国大陆是他第2大贸易伙伴，而对这个阿根廷投资最多的、帮助最多是中国大陆。可是呢，他不晓得为什么这么反对中国大陆，在选举的时候，完全不在状况内的时候，他说我不跟任何社会主义国家打交道，他基本上我不要跟社会主义国家打交道。然后呢，我上任以后要检讨这个关系。那结果上任以后不但没有检讨，越来发觉中国大陆对他的帮助是非常大的。所以他现在检讨他自己了。他应该检讨他自己，所以他就改变了。当然，这里面国外的媒体很多这些专业的团体在分析说，其实他最大的感触就是，美国不是他所想象的会对阿根廷伸出援手。他在这个拜登川普演讲的时候对，他居然跑到美国去，然后参加这个川普的这个演讲，这个选举的造势大会，他在下面当粉丝，在那边一起帮忙造势。你想想看，一个国家的总统你能够去干涉别人的内政选举到这种程度吗？可见他就是一个非常无厘头，甚至说他的这个连常识都不具备，可是他就选上了。那就是说，人家为什么说这样子的人能够选上呢？他就是运用人们的心中的不满。他选举的时候是拿一个这个电锯然后就把政府部门写在好，这个我要把它裁掉，砰一下用电锯把它砍掉，让下面人看得很过瘾。那你知道阿根廷的这个人民几岁有投票权？16岁就有投票权所以呢，他就靠他的这个民粹然后这种戏剧化的作风，把普遍不满阿根廷现状的这些人把他认为他可以带来希望。结果他上台以后，事实上现在可以看出来，他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那唯一现在还愿意继续对阿根廷投资，然后今年6月已经跟阿根廷签了这个货币互换协议的，就是中国大陆。所以呢，他说他明年1月中他要去中国大陆，大概想要从中国大陆里面多搞一些这些经济上的援助吧。是，我们来请教一下厉将军，现在就连叙利亚都想要加入金砖国家，你怎么看？其实我特别要讲，金砖国家当初成立的时候，原来是说金砖4国了，
那这4个国家是哪4个？中国、俄罗斯、巴西还有这个印度嘛？哈，对，这4个大家有没有发现，它有一个共同现象，就是它是新兴国家。除此之外，它有广大的天然资源。那后来来讲，南非又加进去了，现在来讲已经扩充到金砖10国。那尤其是叙利亚再加进去，你会发现这些金砖国家都是什么？都是新兴国家，然后都是资源丰富的国家。所以金砖国家来讲的话，就很明显，就是我们团结起来，我们来对抗谁？来对抗 G7。他们叫 G7， 这叫什么？黄金10亿人。也就是说，我们的所有资源，地球上的资源，全部被你们这 G7 这10亿人全部都消耗光了。对，就我们自己得不到，我们自己的资源，我们自己国家反而享受不到。那时候成立这个金砖组织，目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那当然，美国这些为首的这个 G7 国家，他用什么方式来收割这些新兴的国家呢？就是用美元的这个升息跟降息。我们讲说美元的潮汐在收割当韭菜嘛，那所以难怪阿根廷会这么很气美国。可你怎么会不气美国呢？因为美国升息嘛，美国升息，当然你的阿根廷的这个 peso 就会贬值嘛，因为贬到现在贬到什么程度？贬到它现在变成放在博物馆里面的珍贵品藏品。为什么？因为今年我不是乱讲哦，今年7月17号，阿根廷停止它阿根廷 peso 的发行，就它的 peso 已经不值钱，你再印也没有太大意义了，已经到这种程度，它就是说停止发行。这时候跟中国来讲，只有一种方法能够让它喘一口气，就是货币互换。你知道阿根廷现在跟中国来讲，我们刚刚讲牛肉，他用什么？就是华为跟他买，他希望有华为的提供他这些通讯系统。那华为说你给我那个 peso 我不要啊，你今天值这么多钱，明天就又贬值了，那用什么牛肉跟他换？对啊，阿根廷用牛肉跟他换。但是我这边提醒，阿根廷还有第2个很值钱的东西叫锂矿哦。那中国这时候愿意跟他做货币互换，当然是说我们这个大家双赢了哦。你有锂矿，那我有技术，我可以提供你这相当资源，然后帮助你来开采锂矿，或者协助未来电动车的发展。我们知道这个中国这个比亚迪这些都希望在中南美洲有电动车的市场，所以我相信中国这时候对他在你危急的时候伸你一把手救你，当然后续还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帮忙。所以当然金砖10国这次在克山会议有可能要发展，就是他们自己本币互换，或者是用这虚拟货币来做交易，避开美元的这种收割。我觉得对这些国家帮助是很大。最后我再讲一句话，我觉得阿根廷还有一样东西很值钱，值得中国去注意，就是他们足球队很厉害，这是不是可以协助中国来发展足球运动？了解。那我们来请教一下彬哥，你怎么看？刚刚这个立强就有讲到去美元化，现在好像已经变成常态了。去美元化其实当然很多国家都在尝试，包括金砖国家，甚至俄罗斯当然也希望看到这个走向。可是我必须说，恐怕没有这么容易啦，因为大家美元主宰世界已经是几十年的时间了。那你说在短时间之内要把这种状况改变，基本上不太可能。那你说人民币能够取代美元吗？我个人认为，以现在来看，人民币还是做不到。为什么？因为人民币是一个他们国家金融管制非常严格的一个地方，那他自己的金融管制就限制了人民币的用途，所以它在国际上的便利性就远远不如美国。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你说要去美元化，然后用人民币或者其他的币来取代美元，我认为短期之内还是不现实。但是确实，美国在世界的控制力还随着美元的地位开始慢慢下降，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看到。但这个进程恐怕要花上好几十年以上的时间，绝对不是短期之内就可以实现的。那当然，阿根廷这个国家当初这个米雷伊又要把整个国家关机重开，就现在看起来是关机关了，但是开不了。就是整个国家看起来越来越糟糕，所以他现在也很清楚的看到，美国并没有打算要帮他，唯一可能帮他的就是中国大陆。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他选择去跟中国大陆合作是很自然的，因为你不选择跟中国大陆合作，你要等待美国吗？美国未来会帮你吗？恐怕都未必见得。来看到的是以色列现在的最新战况。以色列呢，现在是直接就跟黎巴嫩杠上了，它空袭贝鲁特的南部，同时呢，现在也看到了这个浓烟席卷半空当中，这样子的一个空袭轰炸呢，其实一个晚上发生了5次。那大家就在讲了，这个星期以来不知道发生多少次了，因为呢，这一些的轰炸导致黎南地区已经有数十万人必须要先离开他们的家园，而且这一次呢，他在炸的时候
有一些的争议事件，包括说他炸了民间的设施大楼之外，他也去空袭了加萨的清真寺。好啦，他的讲法是说呢，你不要以为我全部都是往北了，好，我现在呢在加萨这一边，我还持续的在对哈马斯做袭击。为什么打清真寺？是因为他们的指挥还有控制中心就在这个建筑物当中，所以才会去炸清真寺的。而且呢，这一系列的这个空袭事件当中，说也造成了哈马斯的一个分支叫做卡桑旅的领导人一家4口呢因此而死亡，而他们呢其实是在黎巴嫩的北部，甚至呢在黎巴嫩这一边，先前不是说真主党已经首领被炸了吗？那后面他们是次序排班嘛，接班人据说当时呢，其实在黎巴嫩这里和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的指挥官开会，结果也同样被炸，2个人纷纷身亡。现在传出了说他这位高层就是接班的人，可能叫做萨菲丁，是失联的状态。但是以色列这边官员透露说，是他已经将他给歼灭了。到底伊朗、以色列之间，好，现在呢看起来。因为黎巴嫩越打越烈，伊朗会不会再出手？不知道，因为他在他要地面部队进去的时候，他出手了嘛。那以色列要怎么样回击，也还不知道。而且不是你不知道，我不知道，是美国白宫也不知道哦。因为呢，现在他到底会不会打核设施 ？CNN 说完全没有跟美国讲。拜登说警告他不要攻击伊朗的石油设施，还说我努力的在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但是油价已经先反应了。这个是布兰特原油呢，他们1个星期涨了8%，已经要逼近80美元的大关。而且呢，在这个中东地区，其实现在美国还是有军舰在这里的。乔治亚号前舰现在呢还去攻击了也门青年运动这个胡塞组织这里啊，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胡塞组织最近越打越准嘛，他也直接对着美军的军舰出手，所以双方呢持续的在战火。所以你看整个中东半岛，在下面这一边，在上面这一边，哇，都是一样，战火不停歇。而且呢，不是说在黎南这个地方，好像呢地面部队要进去。连联合国现在他们在这里其实是有维安部队的，他们呢也主张以色列不要再过来了，所以呢他们就讲了，他们不会离开，而且呢这样子的一个作为是会侵犯主权，是会违反安理会决议说让UN 的这一些维和部队在这边来维持和平，但是以色列根本不理啊，因为他连联合国的秘书长都可以说你不能进来，我拒绝你进来。所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他就直接讲了，他认为啦，这个呢就是西方国家你们是共犯，所以才会让以色列这样子非常非常就是能够直接的将战火绵延在整个中东地区，甚至他认为这个中东呢不能再因此而再度分裂了，因为呢西方会持续的为以色列来提供弹药、武器、情报跟外交支持。好，可是确实有西方国家站出来比较人道救援的立场，比如说法国总统马克宏现在就呼吁了，说是不是我们干脆不要再给他武器了。纳塔尼亚胡听到之后呢是很生气，说对方呢是一种可耻的行为。但是在中东地区，大家现在是很担心的，而且呢，因为以色列看起来已经杀红眼了，所以大家的感觉是他好像什么事都可能做出来。阿联酋现在呢是已经在真主党的呼叫机事件之后，禁止呼叫器还有对讲机上他们的飞机，或者是托运，因为怕会有相关的危机或者是困扰。而另外呢，在南韩这边、日本这边也纷纷派出军机，将前线的这些侨民给撤回来。大家都在担心，以及都在防范中东这里的战火会不会越烧越烈？想要请教一下亮哥，因为看起来啦，应该就是会烧起来，因为呢，它就是直接的空袭打之外，地面部队应该会慢慢的想办法的往前推进。他地面部队一定要推啦，不然黎南他怎么可以弄出缓冲区？是弄出缓冲区，一定要打出一片无人地带，然后他自己要重兵防守啊。然后他的北区屯垦区的老百姓才能够回来啊，所以他可能也会让维和部队离开。维和部队事实上现在大概只是中国部队了。那目前事实上我们也不好介入啊。所以基本上他们大概就打到距离好像蛮近的了。那维和部队也没有介入啊。那
所以我认为黎巴嫩的地面战争一定会发生啦。可是以色列不要高估自己啦，是因为2006年以色列就是惨败啊，所以才会有维和部队进来啊。那事实上情势当然隔了18年啊，你可以说以色列现在进去的精锐部队，听说有将近12000人啊，那武器当然是更好啊。可是因为那个地方的地形啊，比较有利于防守者，所以我认为恐怕还是要付出蛮大的代价啦。哦，就看他决定要怎么打。而且黎巴嫩真主党在这个地方，上次大概只有6000左右，那这次可能我讲的是2006了，那现在可能有2万哦，所以我跟你讲有的打了啊。那另外一个是让大家比较关注的是他对伊朗的报复了，对，我认为越来越多讯息显示他真的是被打到了，他那个空军基地啊被炸了一个大洞啊，那个大洞里面到底有没有 F-35I 哈，现在是一个谜啦。对，可是纳坦雅胡有2个动作令人怀疑啦，就纳坦雅胡在事后出来开记者会，手在发抖啊。那第二个是纳坦雅胡他们秀了一张照片，在以色列驻中国的大使馆他的微博啦，那用的照片就是纳坦雅胡站在 F-35I 战斗机的前面，是，结果被人家爆料说那张照片是今年1月照的。那你为什么要秀那张照片呢？所以我认为应该是有被炸到了，只是说数量不详啊。因为伊朗的那个飞弹，它的炸药量不是很足啦，一般估计大概是500公斤左右到700公斤，这个其实不够啦，不够啊。那另外一个就是他有这个 CNN 有报道，是，就是那个伊朗有一个导弹打在这个距离摩萨德总部大概距离300公尺吧，很近啊，就是一个学校，对，就炸了一个大坑嘛。对对对，事实上这个就隐含着就是说，你如果要再跟我搞下去哈，我可能会炸得比较准哦。所以不是，因为我有看到有人笑说那个就是炸不准。不是啦，他如果一下就炸到摩萨德，那大概就开战了啦。所以我认为是故意的啦。可是我跟你讲，他没有被拦截的比例远远超过以色列所讲的啦。那当然也不像伊朗啊，伊朗说80%都打到要害。我认为这次落地有打到以色列，我认为应该超过40%。那也很高其实比例蛮高的，很高。光是那个比较大的那个空军基地，有人去算落点，就有32枚炸弹，虽然不一定准啊，可是有落到地上，没被拦到，因为它有10枚落到沙漠，可是有落下来啊，就表示里面有拦到嘛。所以我觉得现在以色列在评估啦，他要打核设施基本上他打不到了，因为那个实在太远了，你用导弹对它无伤，因为它一定要用钻地弹，所以你一定要有飞机到接近那个区域，所以一般人认为打石油设施机会大一点。好，可是如果真的打了石油设施的话，杨老师，这问题也很大，而且不是对伊朗生气的问题而已，是对整个世界的经济运行会打乱。叶颖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加沙战争的1周年。10月7号，10月7号，10月7号，1年前的10月7号，哈马斯对于以色列发动了恐怖攻击，这不应该，造成了1135个以色列人死亡。可是从那天开始以色列就针对加沙地区，它已经是这个封锁了长达14年的加沙地区，230万人的加沙地区。进行了1整年的大屠杀，现在已经死亡了42511人，其中16500个儿童。加沙战争没有结束哦，昨天他还炸了一个就是清真寺，造成18个人死亡，还在加沙。约旦河西岸杀也杀了723个人。
你只要有人聚集抗议，他就杀。哦，然后呢，这一阵子他就针对真主党啦，就你看到 F-35去炸了在伊朗在叙利亚大马士革的领事馆，死了10多个伊朗的这个军官。所以伊朗在4月13号的时候呢，就一波无人机跟炸弹，他4月19号又回复回去。然后呢，你看到最近这一弹，他针对黎巴嫩南部哦，现在已经死亡2000人了，10万人开始逃难离开黎巴嫩的南部了。贝鲁特已经很多地方停水停电了。各位，你知道1982年的时候，以色列就占领了黎巴嫩南部，因为那个时候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从约旦跑到黎巴嫩南部。那个时候就真的是被联合国定位是大屠杀，48个小时的针对巴勒斯坦难民的大屠杀，他一直占领到2000年才离开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就是在1982年以色列进入到黎巴嫩南部的时候，黎巴嫩的逊尼派本来是温和的，后来转激进，才成立到现在打到现在。各位，这一切都是美国的放纵，美国的军事援助，美国的武器，美国的飞弹防御，美国的外交保护。我觉得现在只有一招，只有一个方式，也就是美国一定要放手，让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对以色列的谴责、制裁、武器禁运、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马克宏已经讲了，武器禁运，你要说到做到。但是美国如果不禁运没有用的，美国为了以色列已经到了极致，这是一个非常残暴的战争了，屠杀了。你相较于俄罗斯军队跟乌克兰军队，哇，那个像好像排好的骏马在那边相互的温柔战争一样。加沙跟整个以色列的这个屠杀行为，我觉得已经不是人类能够忍受的了。稍请教一下周老师怎么看？好，其实以色列的这一场这个对于黎巴嫩南部的这个战争哈，我觉得比较重要值得我们去观察，还是以色列它的这个情报作战能力还真的是非常强。那这里头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说，大概在之前那个路透社的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独家报道，就谈到就是说，事实上这一次真主党的这个领袖被炸死啊，本来这个伊朗的最高宗教领袖派了他的军事顾问去提醒他，然后希望他逃到伊朗去，结果呢，他不愿意撤离，因为他认为他的碉堡很安全。最后他跟这个伊朗的这个军事顾问一起被炸死。那这个当然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会有这么强大的军事情报能力。第一个我们要看到，最主要就是因为以色列经过这个被纳粹大屠杀之后，它所展现的一种非常强大的内聚力，所以使得它有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强、非常厉害的这个摩萨德组织，可以在它的境外从事这么多我们认为是甚至是违法的这样子的违反国际法的这种行动。但是对以色列安全来讲，它创造了这样子一个安全的环境。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这种情况，我们也要知道，就是说，当以色列的这个不断的采取这种对外的军事行动的时候，其实它正在一点一点扼伤原来它所享有那种国际的同情跟国际的支持。只是这一次，我觉得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就在于说，是美国的角色是非常的尴尬，因为拜登原来是希望以色列跟这个哈马斯能够谈和，他也希望以色列通过这个施压，这个真主党能够在北面创造一个和平的环境，那进一步能够推动以色列跟哈马斯的这个谈和。但现在没想到，在这样子的一个期望之下，居然变成以色列对这个真主党的一个全面的军事行动。但现在他可能反过来想是什么？就是说，美国可能会觉得说，也许以色列真的能够打败真主党，对于拜登，对于这个贺锦丽的选情反而是好的，因为对于这个川普来说，他最有效的攻击贺锦丽的借口就是拜登的外交政策是软弱的。但是现在如果拜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把他的这个军舰陈列在这边，让以色列能够去打击这个真主党，能够剿平这些伊朗的这些所谓的外围组织，那他反而就在国内他是一个巩固的，他不会有弱点。所以我认为美国政策的悄悄转变是另外一个值得我们去观察，为什么以色列会有这
一系列的军事行动，根据以色列一些这个意见领袖的观察，美国事实上是开了绿灯，最起码美国可能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那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美国派的军舰在这个附近增加它的军舰的这个力量，然后再可以解释为什么以色列会有这么多的行动。好，如果说美国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或者是思考的话，那可能啦，就是因为其实呢，他也理解世界上面的权力版图正在移动当中。来，10月份有一个蛮重要的活动哈，金砖国家的峰会，叙利亚现在说呢，他们要正式申请来加入金砖。如果是的话，那石油国家再加一，他们说已经提出了书面申请资料了。以往呢，在选举的时候，对于中国非常激进的这一位阿根廷总统，现在说态度软化了，甚至呢，明年1月要来访问中国啊。原因是什么？没有啦，因为我们那个货币互换协议，我们希望可以继续来续签，不然我要还债的时候比较困难一点点啦。毕竟现在美元上下的，它可能也真的不是太好做事情。来，人民币的跨境交割规模现在其实是在跳升的，包括了巴西，包括了俄罗斯，包括了印度，都在加速的去美元化。那当然啦，金砖4国的央行通通都在减持美债、增持黄金，这对于美元来说其实是会有影响的。美国现在呢，他们自己内部其实要面对的就是他们自己的经济状况以及他们的财政状况。看出来的是呢，他们现在已经先有一个降息，那这个降息其实是会联动到其他的货币，比如说人民币的部分可能会受到波动。那他们的官媒讲法是，他们是有能力来应对利率上面的波动的。不管是怎么样，他们可以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面基本稳定。可是你会再问，那今年还有没有再一次的降息？好，现在呢，在 Fed 这边，鲍尔他的讲法是说，今年只会再降息2码，而不是市场预期的3码。此话一出呢，其实就增强了市场对于经济的信心。那债跟股市这两边是相对应的嘛，所以呢，在债的部分现在已经跌回了股灾前的起涨点了。只是说呢，在这个美国的经济在互有消长的情况之下，他们内需能不能动起来？现在因为在选举，所以呢，一定要有一些题材，譬如说，他们就告诉你了，我们会让制造业回来，我们会让做车子的通通回来。那我们会什么？抵抗中国车。所以呢，现在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呢，就捍卫大涨中国电动车的关税，说这个呢是正当而且有建设性的工具。而跟着他们走的是欧盟，欧盟星期五的投票呢，即便啦那个弃权票真的是多到一个不得了，但是呢，现在就是确定加征关税。可是他们一直强调哦，我不是为了对抗，我是要公平竞争，而且已经投完了，没关系，我们还可以谈啊，就再来谈替代方案。说下个星期开始呢，可能会有一些替代方案，包括不然你来投资嘛，好不好？给我们一点活水嘛，啊，还是说呢，你给我们一个比较低的进口价格嘛？就是说还可以瞧，没有说我们投完票之后就不能瞧，所以大家就会在讲了。这其实是不是凸显了他们是有不安的？他们也在想，贸易战是不是可以避免的？德国呢，其实在这一次很明确的讲，他们是呢不赞成加税的。德国福斯的 CEO 甚至还说了，我们就是可以让他用投资来代替惩罚，让大家有钱赚，难道不好吗？而现在呢，在中方，他们的电动车其实是蛮大的一个市场，而且是真的用他们话来讲叫很卷啊，就是竞争非常激烈。上海的蔚来汽车呢，现在也开始要走出去了，而且他们要去哪里？他们要去的是中东、北非，专注的呢就是可以跟他们直接来合作智慧驾驶还有 AI 的研发，而且呢会在技术研发直接进到中东北非，今年第4季要开始交付产品了。那当然对于美方来说，非洲以前对啦，可能比较偏他们，但北非中东以前是我们的地盘啊，所以呢，他们就会有一种关系大变天的感觉。会不会是他不想要看到的事件正在发生？毕竟现在沙烏地阿拉伯他希望的是全面性的转型、多元化、多角化的经营，而且先前李强呢在访问沙烏地阿拉伯的时候，也强调双方要进一步的扩大双边贸易。他们现在有很多的基建项目，其实也是靠中方正在进行当中的，所以双方的这一些合作可能会越来越密切。想要请教亮哥怎么样来看？针对于金砖国家即将要召开，而叙利亚现在也说他们已经递出书面申请。我觉得今年不一定会让新会员加入了。上次一次太多了，是吧？对，而且他们也在谨慎评估，一下涨那么大是好事吗？
因为我跟你讲，你如果进来的国家都是一些财务状况非常糟的国家，那以后可能没有人敢参加了。来的都是这种国家，那你怎么拒绝？你不是要公平吗？对。那我觉得这个当然就是因为你开了一个口嘛，谁叫你要让伊索比亚跟阿根廷参加？这两个国家都这么糟糕，你为什么让他们参加？那你当然你怎么去拒绝叙利亚？事实上叙利亚问题也非常之多啊，所以我是觉得新会员可能，我认为在可预期的几年内都不会有因为会得罪人的啦，不然你就直接增订门槛吧，那不让某些国家参加吧，比如说土耳其这么大一个肥肉，你不让他参加，对不对？这说不过去吧？所以我是觉得他大概只有2条路可以走了，一个就是扩大，那你如果扩大到联合国77国集团，那就是什么用都没有了，那另外一个就是设门槛，就是严格限定他在全球南方的代表性，大概只能这样做了因为坦白讲，有一些全球南方更有代表性的国家还没进来啊，比如说印尼，对不对？那欧洲我是觉得这个欧盟大概快要解散了啦，所以也没什么好讨论的这个，因为它这个很明显，你就看到有些国家是表态的啦，是政治性的表态啦。因为欧盟现在28个国家，亲美的国家大概接近10个吧。你光是去看北欧国家、波罗的海国家，美国可以影响的国家还是很多的。那他们就做政治性的表态啊。那你要怎样？然后事实上，中国大陆个别的用双边来谈，搞不好问题早就解决了。是，那就卡在一个欧盟啊。事实上，那个马克龙已经再一次的说了，他以前说北约已经脑死啊。那他最近说欧盟大概可以解散了所以那不是我讲的，我是认为他快要解散了。因为他要有功能越来越困难，尤其现在那个主席又叫冯德莱恩，这一面倒向美国的嘛。那欧洲有些国家就不认为要学美国这样做嘛，所以就会有非常多的冲突了。就是呢，当电动车其实呢彼此之间的，比如说中方电动车进到你市场的比例不一样，比如说你跟中方，我们这边的产业别不一样，当这些战略利益不同的时候，做出了一样的决定，就会让大家问，到底有没有自主性？我们先进广告。好，我们讲到金砖即将要开会，可是现在呢，各方来说可以看到美中之间的那个角力，好像是在台面下已经开始先动起来。请教杨老师。其实金砖，我觉得金砖比较是一个政治组织，哎呦，它是一个比较全球南方团结的一个平台。所以呢，会员的增加，而且有代表性的会员的增加，其实是它既定的方向。因此，我觉得土耳其、泰国、马来西亚这3个国家其实都够格。那会不会在今年被接受我们就要看他今年的这个作为。去年的那一波的5个国家，扣掉了阿根廷之外呢，其实大概都是产油国。所以呢，这个叙利亚也是产油国。因此，从这些角度呢，产油国主要的东南亚的国家跟这个欧亚大陆的国家。第二个，我觉得人民币其实当然。2022俄乌战争之前，人民币的这个跨境交易那个时候来到了5300亿美元，这个我们叫人民币。但是呢，到今年7月的时候，已经来到了1.4兆人民币。所以它其实是在增加。有30个国家跟中国大陆做贸易的时候，可以直接就是用人民币交易。那但是它当然你说它国际化呢，我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那至于说，欧洲的这个关税从27%到46%针对中国大陆的这个电动车，那就加嘛，那反正还是卖得很好啊，对不对？然后最重要是中国大陆在去年出口的电动车是120万辆，那针对欧盟呢43万辆，没有错，1/3的市场是往欧盟去。
那今年呢，在1到4月，它其实也增加，所以它的这个竞争力可能会被就是说这个关税略微影响，但是呢，我觉得还是相当有竞争力。你知道英国有个莲花汽车啊，它是那个上汽拥有的，可是呢，它的电动车600匹马力卖到美国12万变成24万，订单还是很长，因为美国抽它100%的这个关税，德国就干脆退出欧盟算了。你要等欧盟瓦解，我觉得那个不知道天晓得。你德国干脆退出欧盟了，这个法国、意大利根本就是对着你干的，对不对？让你这个德国欧气这个车企要倒掉嘛，你退出欧盟也不就是这个事情就解决掉了。那冯德莱恩带领的这些国家，其实就是针对中国大陆这个车企在做打压，电动车在做打压，所以但是没有关系啊，你2/3的市场是在全球南方，在欧盟以外，美国根本卖不进去，那努力别的地方吧。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等等回来请左老师帮我们总结。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呢，不只是欧盟啊，像一些跟大陆关系不错的国家，比如像土耳其啦、巴西啊，他们现在也对大陆的电动车课加高关税啊。这当然一反映就是说，大陆电动车的确是这个竞争力非常强哈。那也当然就是说，对于各国的这个市场都带来蛮大的一个冲击。但由此而来造成那个未来的一个趋势，就是说大陆大陆的这个汽车厂会到其他国家去投资。其实不只是说在欧洲。甚至像连土耳其，大陆现在也要去投资设厂啊。那因为土耳其啊，或者一些这个全球南方的这个市场成长的越来越快啊，规模越来越大，当然它就有很高的市场价值。那所以如果他去投资的话，未来它的这个市场份额可能一定还是会在持续的成长啊。但我觉得最值得我们观察还是大陆跟沙烏地阿拉伯的关系。其实大陆跟沙烏地阿拉伯关系最近是越来越密切哈。从2017年到2020年之间，沙烏地阿拉伯向大陆采购这个武器的这个金额成长高达4倍。然后呢，大陆现在也积极的争取沙烏地阿拉伯到这个中国大陆去投资，主要因为像沙烏地阿拉伯啦，或者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他们都有非常庞大的这个主权财富基金，